欢迎来到茂盛知识家，我是陈明哲医师，让我们来聊聊什么是试管婴儿。试管婴儿就是把太太的卵子从身上取到外面，那先生的精子经过处理，让精子跟卵子在试管里面进行受精，培养到变成胚胎，可能是第3天或第5天的胚胎，再把这个发育中的胚胎植入到太太的子宫里面，让它在子宫里面着床，这个就叫做试管婴儿。试管婴儿跟人工受孕有什么不一样呢？人工受孕是把先生的精子经过处理以后，用卵管放到太太的子宫里面，让精子游到输卵管，可以碰到卵巢排卵的卵子进行受精以及早期胚胎的发育，然后再逐渐进到子宫里面去着床。所以试管是要取卵，人工受孕是不用取卵，这是2个治疗最大的差别。经过1年以上正常的夫妻生活，没有办法自然受孕，这些我们就会定义它为不孕，那就必须要开始进行各项的检查。那检查的结果，如果出现以下各种状况，有可能就是会需要做人工生殖的对象。譬如说女性，她的输卵管有问题，阻塞或者水肿、骨盆腔粘连、子宫内膜异位症，那或者是她的卵巢功能不好等等。在男生的部分，通常是由于精子的品质不佳、浓度太低、活动力太差、正常形态比率太低等等。还有一部分夫妻共有的问题，譬如说他们可以自然受孕，但是呢，后来却重复发生流产，家族史有染色体的异常或者是基因疾病，那他们也可以透过人工生殖来协助他们正常怀孕。另外就是有一部分人，他经过了一些检查，可是也查不到原因，我们叫做不明原因的不孕症。在太太这一部分，我们会先安排抽血检查，我们会做一些项目。那其中最常用的、最重要的就是 AMH， 叫抗穆勒氏荷尔蒙。那这个抗穆勒氏荷尔蒙代表太太的卵巢储备功能，通常正常范围是大概在2到5之间。如果小于2，就代表功能叫退步。那超过5以上，代表它可能是一个多囊性卵巢的状况。那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做一些检查。除此之外，还会验一些身体的其他的荷尔蒙，譬如说甲状腺荷尔蒙 TSH、泌乳素 Prolactin， 那以及滤泡刺激激素 FSH， 还有黄体化激素 LH。譬如说 FSH、LH， 是有时间性的哈，我们要在月经周期的第2到第4天来做抽血检查。那除了抽血检查以外，太太还需要接受经阴道超音波检查。那经阴道超音波可以看出子宫内膜的厚度，还可以看说卵巢的卵泡的数目到底有多少。那我们会做一个数量的技术，叫 AFC， 就是窦卵泡的数目，那可以代表卵巢的功能。太太还可以接受输卵管摄影检查，那可以看出说子宫腔的形状有没有正常，那输卵管有没有通畅。那还可以接受子宫腔镜的检查。那子宫腔镜可以直接看到子宫腔是不是里面有病灶譬如说里面是不是有息肉啊，有没有肌瘤啊，或者里面有一些粘连。那先生的部分呢，可以做一个仔细的精子分析，可以看精子的浓度、活动力、形态。那再进一步检查，还可以看精子跟卵子的结合能力试验，这个叫 HBA。那还可以做一个精子 DNA 的检查，叫做 SDF DNA 断裂试验。如果各位觉得有需要再进一步了解，那请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对于各项检查的一些影片记录。